在科技公司云集的 San Jose 市中心这里，矗立了一间18世纪的维多利亚建筑，它的外观古典美丽，房子内呢则维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装潢与摆设。不难看出，这里呢曾经是美国18世纪上流社会富人的宅邸。据说发明了来福枪 Winchester 的家族的遗孀 Sarah Winchester 在丈夫死后呢，为了躲避被来福枪杀死的亡灵，而盖了这一间房屋，并且在38年间呢不停地扩建房子。各种的传说让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呢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鬼屋之一。冒险猪将带着大家来探险温彻斯特鬼屋的内部，并了解关于它的故事之外，将公开一次拍到的灵异照片。参观完房子之后呢，还要带着大家来到 San Jose 最美的购物中心 Santana Row 呢逛街，还有吃好吃的法式点心哦。鬼屋探险即将开始。旧金山跟 San Jose 之间的大众交通工具首选呢，就是 Caltrain 加州列车。Caltrain 的班次很多，价格平实，除了有机器买实体的车票之外呢，也可以使用旧金山大众工具的支付卡 Flipper 卡来做支付。如果你使用的是实体卡片，可以在这里的机器做卡片的加值。冒险猪呢是直接用手机下载电子卡片，非常的方便，直接用手机加值金额，也省了购买实体卡片的3块钱美金的费用。Google Pay 也有一样的功能。坐 Caltrain 呢，在上车前记得一定要在票口的机器先刷卡，然后查票人员呢就会检查是否有刷卡后呢就准备上车。Caltrain 呢是旧金山跟 San Jose 之间的电力通勤列车，坐起来呢非常的舒适。我们要前往的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呢是在 Santa Clara 的这一站下车，行驶的时间大约是1小时又10分钟。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大家一定要记好哦，这非常的重要。旧金山的 Caltrain 呢跟渡轮都是上车要刷卡，下车也要刷卡。上车时刷的卡呢是以最长距离的车资来扣款，下车的时候呢再会以实际下车的点来计算，将车资再退还给你。所以如果下车的时候忘记刷卡的话，钱就会要不回来咯。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得的是，大家上车前一定要记得刷卡。车上呢是随时会有人查票，万一没有刷卡被抓到的话，是会有很重的罚则。然后我们到了 Santa Clara 啦，我上车时呢被刷卡扣了14.45美金，下车的时候呢再刷一次卡就退给我4.5美金。从旧金山过来到 Santa Clara 的车资呢就是9.95元美金。坐60号公车呢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到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交通上是蛮方便的，没有开车的人也可以轻松的抵达这里。Winchester 鬼屋呢是美国的前10大鬼屋之一，甚至2018年时，导演史瑞派兄弟呢以它为题材制作了温彻斯特鬼屋的这一部电影。在拥有者 Sarah Winchester 过世之后呢，它成为了博物馆。现在大家可以以付费的方式，由导览员带领着大家来参观房屋的内部。房子的内部呢，并非全部开放参观，但是几个著名有着灵异传说的地点是可以透过这个导览行程有机会看到。有兴趣亲自前往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的人呢，请看影片说明。那关于 Winchester 的鬼屋传说即将开始。Winchester 鬼屋开始于1884年建造，到1922年期间一共38年。屋主 Sarah Winchester 日以继夜，没有停止过扩建这一间房子。最后 Winchester 鬼屋一共有7区的结构，160个房间，1万多扇窗子，里面的格局没有任何的逻辑可言。有时打开门的另一面是墙壁，又或者阶梯最后所通往的地方是天花板。房子的格局会如此的莫名其妙，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这些都是无形的世界告诉 Sarah Winchester， 房子就是应该要如此建造。说到 Winchester 家族 ，Oliver Winchester 就是重新改良了来福枪，并且开始量产制造来福枪的家族。来福枪呢，也被大量的使用在美国的内战，杀死了无数的人。在 Oliver 过世之后呢，制作来福枪的公司由 Oliver 的儿子 William Winchester 继承，但是继承仅仅3个月，年仅43岁的 William
也因为肺结核而离开了人世。这庞大的遗产与制造来福枪公司的50%股权呢，就由 William 的妻子 Sarah Winchester 继承。此时 Sarah 的家族几乎就只剩下她一个人，因为她与 William 之间唯一的女儿呢，也在出生后的6周就已经过世。Sarah 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家人在几年之内纷纷的过世，离开了人世。灵媒告诉她，这是因为被来福枪杀死而成为的亡灵，无法获得安息。她必须盖一间房子来安抚这些亡灵，倾听这些亡灵的声音，不能停止建造房屋。如果停止建造， Sarah 也将被亡灵报复。因此，位在San Jose的温彻斯特豪宅，并非是房屋内发生了任何不幸事件而变成了鬼屋，而是这里本来就是一间为了安抚亡灵而特地建造的房子。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一开始只是一间8个房屋的屋子，从1884年开始， Sarah Winchester 从来没有停止过增建这间屋子。现在它已经成为了160个房间、7个主建物、672平大的庞然大物。Sarah Winchester 有一支专属于自己的建筑工班，而她自己就是这一间房子的设计师。这一支 Winchester 的专属工班24小时日以继夜，从来没有停止过建造。Sarah Winchester 告诉他们房子该怎么建造，他们就会按照 Sarah 的指示执行。因此在这一间 Mystery House 里面，可能打开门后你看见的会是一面墙壁，又或者是一扇窗户安装在地板的正中央，甚至打开房间的柜子看到的则是另一扇门。当人们问起 Sarah 为何房子会盖得如此的不合乎逻辑时， Sarah 则回答说，这是亡灵告诉他房子就该这样建造的。事实上，在房子的正中央有一间约莫2平大的小房间，这一间房间有1个入口，却有3个出口。Sarah 每天半夜2点的时候会在这里进行着降临仪式。她相信透过降临的仪式，可以让她与鬼魂沟通，告诉她房子该怎么建造，透过满足亡灵来让他们获得安息。另外，在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这里，你也会发现房子内的各个角落到处围绕着13这个数字。比如说，迎宾大厅的天花板必定每一块大方格内有着13片的小方格。特地从德国定制的水晶吊灯，则是一共有13只的灯座，又或者是衣橱内的13只挂衣扣。13这个数字对 Sarah 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它深深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恶灵的存在。然而13这个数字则是可以阻挡恶灵进入屋内。我们无法得知到底能够与鬼魂沟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 Sarah 的妄想，又或者是真有其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家族里面接连的死亡命运到了 Sarah 就停了下来。Sarah 呢，最后是活到了83岁，并且在这间屋子里面安详的过世。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呢，虽然结构奇异，但是它使用着高级的木材与家具，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有着不同的花纹设计。屋里的各个角落更是布置得十分的典雅，并且相较于当时的18世纪一般民宅，它配有着最先进的电梯、卫浴设备之外，这里呢还有最专业的洗车间。厨房里面的各种工具一应俱全，有专门的厨师烹煮着食物供给给整间屋子里面的女主人与仆人，还有建筑工班3餐。Sarah 呢也十分的喜欢园艺，所以屋内处处有着绿色的角落之外，屋外更是有着一整片美丽的花园。这一切呢，并没有在 Sarah 过世之后就被荒废。虽然这间屋子已经停止了继续扩建，但是它被细心的照顾，然后呢，成为了一间很热门的博物馆。每天都有上百个游客来这里参观，然后许多的游客都在这里有着灵异经验，又或者是拍到了灵异照片。Sarah 的卧室是众多目击者看到鬼魂的地方之一。曾经有来参加 tour 的游客拍到墙壁上的这一面镜子出现了现实中不存在、戴着黑色帽子的女人。也有所谓的 ghost hunter，
夜晚的时候呢，带着各种侦测鬼魂的器材，速度侦测到 Sarah 的床铺附近，温度骤降好几度，又或者是录到了女人讲话的声音，甚至有工作人员提到，在没有游客进来参观的夜晚，听到屋内走路的脚步声，最后脚步声停下的地方正是 Sarah 的房间。Witch's Cap 这里的建筑外形就犹如它的名字，圆顶式的尖尖屋顶就犹如女巫的帽子设计。独特的建筑设计呢，让这里所发出来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回音之外，知名的灵媒 James Van Prof 看到 Sarah 频繁的在这里出现之外，许多的游客都声称在这里有着灵异体验。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面，甚至有游客感觉到自己的头顶戴着的帽子在这里被拍了2下，甚至有人看到穿着黑衣的长黑发女人从这里走过。冒险猪把游客拍到灵异照片的讨论版网址呢，会贴在说明栏里面，有勇气的观众可以自行前往观看。地下室这里是公认撞见鬼魂几率最高的地方，甚至官方都在这里贴出撞鬼区域的标示牌，就可以知道在这里有多么的频繁可以看到阿飘。游客跟工作人员都曾经多次的指出，在这里看见100多年前在此工作的木工 Clyde 推着手推车的身影。因此呢，这一位住在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的鬼魂有一个很知名的绰号，就叫做手推车克莱德。Wheelbarrow Clyde 最常被见到的身影呢，就是在这个火炉的旁边。冒险猪并没有在这边拍到任何奇怪的照片，但是地下室这里呢，的确让人感到特别的阴气逼人。这里是宴会厅，精美富丽堂皇的设计呢，是整间房子唯一 Sarah 特别聘请了当代的知名设计师与建筑工班所打造的社交空间。18世纪的时候，这里每天都有仆人在此进出打扫与整理。多位有阴阳眼的灵媒来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的时候，说到宴会厅有大量的灵体在这里出现，因此这里呢，同时也是被多位游客撞见鬼魂的地方之一。其实冒险猪参加这个 tour 的时候，因为同时跟接近10位的其他游客一同参观，老实说当下真的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怖的感觉。导游呢也几乎都是把重点放在介绍房子的本身，但是就在回来仔细看照片的时候，冒险猪发现在这里拍到了奇怪的不明物体。我们即将看灵异照片，会怕的人有3秒的时间可以离开本影片的画面。我在这里连续拍了2张照片，这张照片拍的顺序在前，镜子里面的冒险猪呢正举起手机对着整个大厅拍照。当时我是在整个队伍中的最后一个人，镜子边边的这一个物体是我旁边的另一位游客。接下来几秒我又再拍了另一张照片，这时离我最近的游客就是这位身穿蓝色衣服的女士，我的旁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人。然后这时候镜子中可以看到冒险猪是在镜子的最右侧举起手机拍照的这个人，但是我的旁边这时候出现了2个不明的黑色物体。我们再把2张照片摆在一起看，如果是家具或者是任何反射的话，照道理说第一张照片应该也要拍到黑色的物体，但是先拍下来的这张照片并没有黑色物体。然后紧邻着我的这个黑色影子，其实它的位置呢是在我的前面一点点，但是从照片里面我的斜前方呢也没有任何的物体。那么映在镜子中的这个黑色物体又是什么呢？冒险猪也不得而知真正的答案。但是 Sarah 是一位身材娇小只有140几公分的女性，当年呢她常年身穿黑色的洋装与黑色的帽子。我自己在想，会不会是刚好经过的 Sarah 从我们这群游客中穿梭了过去时，碰巧被我拍下了呢？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为什么存在这么多的鬼魂呢？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从100多年前开始，女主人 Sarah 就频繁的在屋内进行着降临仪式的关系。西方的降临仪式其实就跟我们台湾的玩碟仙很类似的一种与鬼魂沟通的仪式。即便在 Sarah 死后，官方直到现在还是不定期的会在这里举办着降临仪式的活动。大家可以试着想看看，如果长期的在家里面玩碟仙的话，那家里是不是就会很容易的充满着无形的阿飘呢？
如果大家刚好来旧金山玩，对参加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的 tour 有兴趣的话，我把官网的链接放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可以到现场来买票，但是会建议事先在网络上预定，这样就不用担心因为人数而满而没有参加到自己想要的场次哦。对于进来鬼屋参观有疑虑的人，也可以就只参观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的花园或者是商店，甚至呢可以来这里玩鬼屋设计的游戏，让自己暂时成为了一名 Ghost Hunter。除了进去主屋的内部参观是需要付费外，在房子外的商店与花园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商店里面呢也有许多 Ghost 的相关商品可以选购，设计的都很精美可爱。商店里面呢整个设计明亮，完全没有鬼屋的气氛，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在这里逛逛。离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大约走路5分钟的地方呢，就是 Santana Row 购物中心。如果已经到了这附近还不过来逛逛的话，那就太可惜了。Santana Row 呢有着欧风式的建筑，搭配着整排的棕榈树，在这里你会以为自己身在欧洲的美丽街道，并且呢这里有着各种知名品牌，在这边你可以悠闲的逛街，再坐下来优雅的喝上一杯咖啡。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美丽的街景吧。Your eyes. Wake up, wake up. It's time you realize. Every chance you'll ever take, running down this rainbow road. Every dragon heart you break, every hand you'll ever hold. Every time you really see where you are is where you'll be. The sky will shine tonight. Up in the stars. 最后呢，我们要来吃位于在 Santana Row 的这一间评价很高的法式点心 Cocola。这里呢，其实除了有着各式各样的法式点心外，也有卖三明治或者是咸派这一类的法式轻食。我想很多人来到美国旅游，感到有一点不太习惯的就是美国的18%到20%的小费文化吧。当然，冒险族也不例外。所以冒险族呢，很喜欢来到这种自助式服务的餐厅。这种自助式餐厅的话，大部分就不需要给小费。冒险猪呢点了法式培根咸派跟起司蛋糕，是个9.75与9.04美金。冰拿铁呢是5.69美金，是不太便宜。但是这一家的咸派跟蛋糕真的是有够好吃，咖啡呢也很好喝，贵一点点也是值得了。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旧金山玩的话，也会想要到 San Jose 的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来一趟神秘之旅吗？那我们差不多准备搭乘回旧金山了，谢谢大家看到最后，拜拜。